欢迎回到 D-Min Studio， 我是大明。当你完成音符与节拍练习之后，今天我要告诉你4个关键的小技巧，让你的乐句听起来更精致、更好听。第一个方法是在乐句的开头加入滑音。那我个人的习惯会从比较高的起始音滑到比较低的目标音。那在滑动的过程中，第一个你要注意滑过去的那几个音不能吹得太大声，不然它就会抢走你本来主要的那个目标音的风采。第二个，你在滑的时候你不能滑得太慢，不然就会让大家听到很多跟旋律不相关的声音，这样也是不太好的。等一下我会示范2个片段，第一个是我什么都不加，直接吹奏乐句的样子。第二个片段我会在开头加入滑音，你们可以比较一下这2个的差别。第2个小技巧是在我们吹奏目标音之前加入隔壁一孔的装饰音。那隔壁一孔的装饰音在听觉上会让人家有一种类似唱歌哭腔的感觉。那如果在乐器的演奏上的话，会让我们听觉上不要这么直接的到达目标音去。所以这装饰音就有一种点缀的效果。等一下我会用 One Night in Beijing 这个前奏来分别展示没有装饰音的效果跟有装饰音的效果。第3个技巧就是在乐句里面找到合适的地方做压音。那压音这个动作就是舌头的位置改变造成音准的改变，所以就会有音高被降下来然后又回去的这种效果。那如果你对于这个压音的动作原理不够熟悉的话，你也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找到关于舌头正音的这个影片，那也可以点选左上方的资讯卡，你就可以听一下这个舌正音跟压音的这个动作原理，它其实是类似的，你就可以获得更详细的解说。好，接下来我会用《浪子回头》这首曲子，然后加入压音的效果，让大家听一下用这个压音的效果模仿吉他做出推弦的声音，感觉是怎么样？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加入任何压音的效果。接下来是有加入压音的效果。第4个小技巧就是在乐句中或乐句的尾端加入正音，那会让这个句子里面听起来比较有变化度。等一下我会用《浪子回头》这首曲子的中间电吉他 solo 的部分加入舌头的正音，然后我会舌正音跟喉正音交互使用，你可以听一下这个正音正出来的效果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小技巧。那如果你对于口琴课程有兴趣，也欢迎在下方资讯栏点选
看更多关于口琴的知识，还有口琴的课程。这里是低音 Studio， 我是大明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